张明，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吃不下饭，想让你陪我一起吃。说是让我陪你吃，其实是你来陪我吃吧？果然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我还有很多道理没有学会，但我知道，人不好好吃饭的话，身体是会垮的。如果你身体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得先好好填饱肚子，才有力气想打仗的事情。阿朱说的在理。阿朱，眼下战事吃紧，我今日便要亲征。亲征？我曾听人说过，君王亲征和将军出征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去吗？行军之道，一在战术，二在心术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为什么心绪不宁？是担心，还是不舍？阿朱想知道，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张明。请昊天宽恕混沌珠，如今他尚未觉醒，才会错生情斗。我会将他尽快带回神坛，定不让神器动情之事发生。此道天雷只是警告，情斗续生，天罚必降，天律规则不可逆。若未能阻止混沌珠动情，吾自会将其摧毁。世间伊始，你便对万物漠然，今日却略显失态。可是你爱他？不爱。你终于醒了。张明。你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要把灵力浪费在我身上。你早已惊雷，身体必受损耗。羽翼的凝神汤药未必有用，虚度你灵力方稳妥。谁说御医的药没有用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况且我也没有被雷劈到，国师帮我挡下了。都说坏人才遭天大雷劈呢，我现在好得很。可这道惊雷来得蹊跷，我已派人去排查玲珑殿的引雷之物。阿朱，日后若天色有异，你便减少出门。我出征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
若不放心，那就让我跟你一起去。阿朱，有时并非党羽深浅，或并肩同行才算守护。你搁置前线作战的动力，是来自后方亲友。只要身后的亲友安然无恙，战士便能全心投入，与身前的敌人对抗到底。看似是战士保护了亲友，但其实也是亲友守护着战士。我希望你能留在宫中，好好守护我。我守护你，那你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在你吃完这包糖之前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我让阿言留于宫中，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。张明，从明日开始，我要学习剑术。学剑术？我不想做一个被一道雷一下就晕倒的阿朱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找阿言帮忙的阿朱。既然决定要守护你，就要有守护你的力量。你相比刚醒来的时候，不太一样了。人会长大，珠子虽然不会长大，但也会明白很多道理。张明，你的后方定会安然无虞。昭明已走2月有余，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之前昭明在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但现在的每一天，怎么这么长？长到我看了好多画本子，吃了好多点心，写了好多字，还是没有结束。这应该就是你教我的那个成语“度日如年”吧？你的糖已经吃完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没有吃完呢，我还剩1颗。半月前便只剩这1颗，你不敢吃，你怕他回不来。他会回来的。我赠你这玉笔，是想让你书写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性命悬于他人身上。国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同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，你便会知晓一切。这是昭明的密室。
当真了解昭明吗？昭明为了守护百姓，一心想要对抗神族，这是你和我早就知道的事情。不错，对抗神族的确不假，可若以利用、牺牲他人为代价呢？即使昭明天生神窍，人族抗神，也无异于蚍蜉撼树，唯有借助神器之力，方可一搏。混沌珠，就是他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的方法。而你，便是混沌珠。你想知道整个故事吗？天地初开，昊天便淡化两大神器——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所以，昭明将你复苏，也只是为了要利用你的混沌之力弑神罢了。所谓的拯救，无非是将你推入下一场牺牲。可你说的那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是昭明唤醒了我，是他带给了我许多温暖与快乐。什么混沌之力，什么上古神器，现在的我只是一颗没有神力的废珠。我只想好好做人，陪在昭明身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要吗？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：神器不能有情，更不能暗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为今之计，是你随我回神坛，斩断你的情丝，继续做与天同寿的神器。只有这样，才可度过此灾。我不会回去的。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什么是情，怎么会愿意回去过那样清冷孤独的日子？与天同寿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个人所在意的不同，对我来说，活多久不重要，怎么活，跟谁一起活才重要。你说的混沌珠，在补天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昭明救回来的是阿朱。你我永生永世，看透了生死因果，你为何还是不懂？人的情最为短暂，最为脆弱。不懂情的，真的是我吗？
下3条赌约，若我赢，你随我回神坛；若你赢，你想留下做人，便留下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凭我，可以给你这颗乾坤珠，关键时刻，它可救昭明性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，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，而这颗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有些命运，不是你想放下就放得下的。你说，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便能活得熙熙攘攘、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神族内战，天幕崩裂，万物冰毁。混沌珠速去补天，以身执行法则，恢复世间秩序。天幕裂口硕大，此次修补凶险万分。昊天，我愿以身相替，待混沌珠修补天幕裂口，望准允。神器各司其职，不可乱序。混沌珠乃拯救属性，理当应对天地浩劫；而你乃运行属性，你有你自己的使命。天命违逆天意，你可知后果？只有不死，才能相伴。阿朱，活着。那些是我的记忆。一定是受了这乾坤珠的影响。
才会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。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。这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前方传来消息，我军遭遇敌军埋伏，圣军身受重伤，以军医之力恐无法医治，速去派最得力的御医赶往营地。难道是？这就是昭明的生死劫？阿言，让我和御医一起去军营吧。你去军营，你是能治病，还是能杀敌？圣军的伤，自有御医医治。昭明这劫，御医医不了。你带我去吧，我能帮他。你待在宫里，便是对圣军最大的帮助。哎，昭明遇劫，只有我能救他。圣军对我的命令是，留在宫里，护好你。你在宫里怎么样都行，但我不会让你出宫。圣军的命令，你当真只将他视为君主吗？你与昭明肝胆相照，出生入死，你们的情谊早已超过君臣，比肩挚友兄弟。我知道，君力如山，但抛去圣君的身份，你明知兄弟犯险，却还是要恪守规条，无动于衷吗？如今，昭明重伤，处境定是艰险。阿言，你忠诚至信，我不为难你，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前去军营找昭明。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。何周，昭明呢？阿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呀，昭明呢？阿朱。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以为我什么？你伤哪里了？战事怎么失利了？为什么还不撤退？我们胜了。胜了？可是宫里收到消息，说战事失利，你受了重伤。那是昨天的战报了。所谓失利，是圣军的祸敌之计。瞒着你，也是想做戏做全套嘛。今晨，圣军率军冲破敌营，大获全胜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副战败的样子？我只是在苦恼午饭吃什么而已。随军数月，胜了还不得大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，知道。所以就瞒着我。嗯。祸敌之策，这把我吓惨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战报也不全是假的，圣军是真的受伤了。你伤哪里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我从宫里带了很多上好的药，你跟我进去，我帮你上药。
既然你为昭明动了情，不惜违逆昊天，那我们立下的第一个赌约，便是人性不坚。昭明移情。这位是？这位是西陵国的青阳公主。这位是阿朱。每一道伤，是不是都很疼？我从小到大，不是跟着父王出征，就是独自领兵。这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参加了很多，受伤亦是常事，没关系。觉得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有甜包着，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。你吃糖的速度，比我想象的慢。我以这包糖与你约定归期，也是希望你心中有盼。没想到，你真在我凯旋之日如约至今。我怕我吃得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回来，更怕我把糖吃完了，你却回不来。所以，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，终于等到与你重聚之日。原来盔甲的分量这么重，你知道吗？宫里一直有很多你的传闻，都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战神背负的这么沉重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战神，只不过每次都抱着必死的决。你一定不会死的。一定？一定。怎么伤的？骑马的时候勒的，没事儿，不疼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从来都不会骗人，你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这么深的伤口，怎会不疼？阿朱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
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。神妻不能动情，更不能爱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